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丰盛奥文哈。那今天来继续为你捕捉恋人的讯号哈。那今天我们用3张神谕卡，希腊神话的神谕卡来给大家选哈。好，等一下如果要看近一点。要看久的时候，要看久一点啦。拿近看要看久一点的话，你看一下暂停后。好，今天的题目是：你何时会脱单？你何时会脱单？来后，那我们第一张是月亮。好，第二张是维纳斯。好，第3张是太阳。好，那等一下选好之后，我再解释一下这3张神谕牌的基本的牌意哦。那我想你们都很会选哈，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吧。好，那我们就先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那今天的题目是你何时脱单哈？选择第1张牌的月亮的牌的，它这里讲的是说你内在会有一个非常强的直觉力，它能够带领你前往非常深邃、非常隐晦的角落找到答案。这个白话要怎么说？白话一点要怎么说？它就是说你要非常相信你对于比较稀罕、比较小众比较非主流的直觉。就是说，如果今天大家10个人出去，只有你跟某个人觉得应该要做另外一种选择的时候，就大家在做选择的时候，可是主流的意见可能偏向 A， 你们觉得比较 B 啊或 C 的可能，那个直觉非常小。可是这张牌就告诉你说，你近期应该要多相信这一份直觉，因为有时你的直觉在目前为止来说大于你的理智判断。因为直觉不是凭空而来的，直觉其实也包含了很多经验，而这个经验其实是包括了你的累世的经验哦。它有很多的还有很多的直觉，有点像愚人牌背的那一个包袱，那是前人的智慧，或是你累世的经验的智慧所累积的某一种直觉。有的时候直觉的那种深刻度，如果已经大大的影响你，你就应该要选择你的直觉的那个方向，而不是后一步的使用了判断去决定。那可能会打乱了你原本直觉的那个敏锐度。这也算是一种选择了。那你今天选到1号牌，这边再提醒你，选到1号牌，其实你的直觉是非常敏锐的，你可以多相信你的直觉就对了哈。好。那我们今天选的1号牌的朋友们用猫咪卡来翻今天的题目。我们一样先从5张牌先从5张牌来看来，等一下好，第1张，从这里把这5盖起来好，先这样。好，以今天的题目来说坦白说了这一个接下来很有可能跟你交往让你脱单的这一个人他现在跟你还算是有一个距离，我觉得还算是有一个距离有个距离，应该不能说距离啦。我觉得更多的可以去形容成是有道墙有道墙。那我觉得这道墙是属于你这里的
我这边感受到的是你属于你这里的，因为他那边有一个前往来你这里的一个力量，可是被挡住了。所以这道墙，我第一个直觉反射反映出来的是，你有某些对于爱情价值的一种设限跟条件。那这个人在靠近的时候，会发现有所阻碍哈。现在你这道墙还没有立刻挡住他，因为他还在往你这里的方向走来的路上，还没看到这一堵墙。这堵墙会在什么时候发现呢？就是第一次跟你互动的时候会发现哈。所以我比较觉得今天1号牌一开始就给了你们一些小意见，是希望哦，希望你们能够在更宽广的心来接受下一个来追求的人，下一个来喜欢你的人，或者你喜欢的人。他好像在暗示一件事情哈，对方很愿意去挖掘你内心深层的那一份别人看不见的好，可是你这里很可能会以第一印象或是表面片刻的讯息来拒绝了他。这是你们这一组的一个一开始的某一个小小的风险呐，哈，小小的风险。我再帮你看，权杖这个位置所带来的其他的讯息的话，因为这堵墙在你这边建立了，可是你有留一个入口，有一点点像是说，好像要别人来挑战你所设下的关卡，也就是说，你设下的那个条件不吻合的人就淘汰。那可是我看到这堵墙下面有一些通路，有世界牌的影响，也有命运之轮的影响，是非常比较边边哈。它这个影响是在讲什么？讲说，其实你心底也可以，也有能力接受这些条件以外的意外惊喜。你有这个想法啦，你有这个该怎么说？其实你愿意，你也期待。其实你在这些条件之中，甚至还有一个条件是，如果有人给你一个超乎你想象的意外惊喜，你也可以接受。那今天这张牌，我觉得他希望你强化这一点。你知道他这个角度去设限啊，就表示说接下来要靠近你的这个人，应该跟你想象的都不一样，他可能跟你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才会在这个阶段就有所提醒了。在这个阶段就有所提醒。还 OK，我再翻一下他的补充牌看看好了哈。我翻这一个，没关系，这个好了。不行，我这一张追逐牌没感觉。翻这个，好，然后2张哈。都是221。他这边今天这组牌比较特别了哈，我觉得好像这个人来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哈，他只是不太像你期待中的人来，可是他的品质各方面好像在牌面上是受肯定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牌子好像都希望你把这一道门先打开，自然而然的让他进来，你会发现有很多后面的惊喜。那所以这2张牌也在特别的提醒你说，你要平衡一下，你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接受
或是去接住一个完全不在你预期中的人选。如果这个人选来了，你必定会喜欢的时候，所以他这个很吊诡哈，你必定会喜欢，那又为何要提醒你打开心房？你知道什么？因为人哈，有的时候有一个顺序啦，他不会在第一次第一眼就喜欢。那因为有所设限，有所条件哈，所以在第一眼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排除了。可是他在第二次或是在更深入条件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一些东西能打动你的心。那他这一题不一定只是在恋爱上面做一个提醒，他其实也可能在对于你的性格上做一些帮助你一个调整。就是说，也许你多做一点宽广的心哈，去理解任何没有预选条件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更多人能带给你无限的惊喜跟喜悦啦，无限的惊喜跟喜悦。所以这边才说，金币的能量、宝剑的能量，那种分析，那种你追求吻合你的条件的那一种欲望，他这里把它开得最小。其实他开到最小的，其实在告诉你说，希望你把它开到最小，也就是条件放低一点，甚至就是宽广的去接受任何人的相处，去欣赏每个人的不同与你的不同。这一题更像是要在与你的不同之中找到下一个恋人。因为你所理解的世界并没有那么全面跟完全，所以这一个人会在你没有办法想象或是没有经验过的性格啊、价值观啊各方面出现在你面前，而且你会喜欢。但是这边有一个喜欢躲在墙后面、墙外面。好，如果是隔着一道墙，那一道墙就是那一份条件，这样子对话永远都是猜测，是这样子，所以他必须要透过你这道墙下面那一道门，世界牌帮你们这段关系开了这道门进来，再次发现这个人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的好，你就会发现，其实前面你原本设下的条件，你所期待的符合那些条件的人，你会觉得不那么重要，因为你会看到新视野你会看到一个新视野了。这边很特别哈，我们是在找对方的讯息，可是从对方的讯息里面映射出要对你的一些提醒了。好，那我就跟你说一下。好，你看这边有说哈，来金币三讲的是说，有些东西的收获，你该拿到的。好，你该拿到的收获、奖品、奖赏都可以。你努力，你耐心等待一份爱情，应该要获得一份属于你的爱情的这件东西。他说不能急，要慢慢的挖掘，慢慢的看，好，慢慢的该怎么说培养吧。这也映射了这一个人，他不是一个你一开始初期遇见就会知道他的好，跟你知道你会这么喜欢他的那个时间点，他就是要一点一点，慢慢的，你会发现他超乎你想象中的，该怎么说，优秀吗？更符合你的期待吗？我觉得不是你的期待，而是超越了你期待中的选项。原来你还能喜欢更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差不多是这个讯号哈。那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希望你听得懂哈。他这边有点在提醒说，也许你经历了很多次恋情，这一次需要用更宽广的心接受一个很陌生的形状的人啊，爱情形状的人。那我们来再看哈。往上好了，这个突然想到这个位置，我没办法。好。好，
嗯，他希望你，在跟接下来遇到的这一个人哦，或是反正有机会交往的人啦，哦，呃，他希望你保有最天然的好奇心，哦，少一点判断，少一点批判，少一点武断一个人的本质，少一点，哦，那他似乎在暗示你用这样子的角度去欣赏下一个人的时候，去跟下一个人相处的时候，你会在其中获得一个新的体认，一份新的爱的力量。好，那个爱的力量确实是要在这个下一份里面，就是该怎么诠释这个新的爱的力量呢？应该就是说，它是一，它是一个一处全新的美景啦。就像你去旅游，你看到不同的城市，或是去到不同的国家，你会被不同的风景所震撼到。那一份震撼的力量，会跟以往你在别的地方看到的风景，即便类似，但是震撼的力量是不同的。哦，他这边解的就是这份爱情力量是新的，你会对爱情有一个新的角度，知道原来爱情或是跟一个人交往有不同的幸福面向。哦，那这一份新的新颖的角度、新颖的爱情模式，对你来说是新颖的，然后会给你某种向往。那这向往会有一种力量，会让你想要再更加的看清楚，更加的靠近，更拿到更多。那还是要说回来，这一个起点都还是需要你要重新平衡，或是知道自己有一个新的宽广的心去接受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应该会完全不一样的爱情模式、性格、个性。我跟你讲，连外在都有可能是你意想不到，或是你本来不喜欢的。不能说不喜欢，本来不在意，本来不在意的。好、它会改变你一些对爱情的想法啦。跟你选择爱情的方向感是会有所改变的。哦，这一个人，这一个人，来，我们再往下看。好，这张牌搭配了这个连续，它也是在说需要点时间，慢慢走。哦，你知道你想要的幸福模样是什么？其实你知道，可是，在今天这一局，你即便知道了，但还是充满了好奇心。是，你只知道后面有你想要的幸福，可是你并不知道它长什么模样。所以这张牌正义牌在这边代表的是那一份答案。这一个人有带来一个新的答案，你对于爱情的新的解答。哦，新的解答。那他已经到11了，表示前面还是有一些过程哈。尤其他在这个位置是所谓的整个美的向往，整个核心，你对于爱情什么才是最触动你的那一个核心的向往的答案，需要慢慢的去挖掘。这一个人的出现，他没有办法在瞬间，不是说没办法，是他的能量不是长这样，他的能量不是像是一开始一触即发的爆发出来的那种炙热的爱。这个人没有，这个人不是长这样，这个人的内在不是这样，这个人内在很容易在他本身的表达节奏偏慢的状况里，让人误会他没有这么好，或是他没那么适合很多人，懂吗？其实这边看起来哈，因为我在讲的时候，我一直感觉得到他的能量是非常完善的，也不能说完美，可是完满的。你会慢慢觉得越来越有意识，越来越有味道的一种越来越有好感的一种能量。它是一种慢慢温温的，因为我发现它这个能量的最亮点在中心很深层的位置，并不是表面外面光环的那一种亮，像太阳一样外面光环非常亮。
它这种有一种隐晦的亮点在核心的一种能量，所以我就不会很担心这个人有什么不好应付或是会带给你困扰的点，我没有感觉到这个，我反而感觉到它就是一个缓缓走进你的一个好能量。倒是你这里可能会有一些小小观念上没有调整之后，会不小心错过这个人啦。所以这边牌面就会提醒你说，当下一份可能对你有好感，你感觉出来这个人喜欢你的时候，但是他原本不在你设限所期待的各种样子的人的时候，你可以不要拒绝的这么快。好，我很常讲这句话哈，因为你想想，你设身处地你哈，你希望某个人对你有好感，我们不讲爱情的喜欢，我们就只要说你希望某个新朋友对你有好感，那你似乎也需要更多的主动去表现你的好，让对方知道你的好，也甚至反过来让对方知道你不是不好的。那这些都需要什么？需要时间，需要时间。如果你在意的时候，你就会希望别人给你一些时间，让你表达出来。那现在这个是反过来，的确，这个人就会希望你慢慢知道他的好，因为以他的个性跟这个节奏来说，我觉得这能量的走向就是他会非常非常慢的才能够一点一滴的表达他的好，甚至他对你的喜欢到什么程度，他也是慢慢慢慢的一点一滴的流露出来的。好，来，我们来看这张牌后面。哦，两个宝剑哈。以这个地方的话，他其实有知道你会有点挣扎啦，哦，你会有点挣扎，挣扎着怎么样翻新自己原本的观念啦。我觉得这个很人性啦，本来他就有点这个哦，就有点过度要求你要改变你怎么看人的方式。但其实这边有说，哦，你还是可以选择用你原本看人的方式，只是今天这一题，它是一个不错的契机点。第一，你可以调整看看，来试着找到新视野，但没有一定要这样。那第二件事情是这边说，也可以因为这一次看到这个牌面给你的提醒，哦，然后为了遇见这个人做的一些调整啊，你可以在这一次更了解自己，哦，你会可以用一种第三者的角度来看你自己。哦，什么叫第三者的角度？你在想这件事情是第一者嘛？那第二者是你跳脱出来去看看你在困扰这件事情是什么样子的感觉。那第三者就是哦，这个都不干我的事。这两个，第一个你，第二个你都不干你的事，你用一种非常事不关己的方式来看这件事，它是会有不同的感受的哦。哦，第三者很接近客观，但我把它设定在一种绝对客观哦，所以我把它设定在说哦，事不干己的感觉来看一下这个状况。就是说，你要来看一下这状况，说这个人调整成比较宽广的去接受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这样好吗？还是他就照他自己的喜欢喜好去选择他喜欢的人就好啦？你用这个角度来去看，你会看到说你自己原本的做法跟新的做法能接触到的世界有什么不同，大小有什么不同，角度有什么不同。对未来性来说，哪一个更有帮助？哪一个会造成更多的困难？这些的，你可以自己看、自己观察。所以这里哈，他这里正一排说的真相跟答案，不一定是只是要你去找到对方更深一层的好。他还有一个反向的思考是，你也可以找到你自己最想要的那个样子。跟最舒适的样子，你可以趁着这一次的机会去想一下，或是趁着去刚好遇到这个人的时候，试着调整看看你适不适应这样子哈。
来，宝剑七宝剑七，今天好像我都不需要看太深的位置，因为有的时候我需要再看它附近所照射的别的牌子啦，来去提醒我那今天这个也 OK， 这个还好。那只能说，这边只是再次讲啦，有的时候，喜欢一个人，或是遇到喜欢的人，记得都要放得轻松自然、随性。我很少在这边讲缘分，在这边可以讲随性随缘一点，自然像水流一样走就好了，事情自然而然的发展就好了也就是说，如果打个比方，你在一个场合看到喜欢的人，然后他跟你讲话讲几次，然后就没有再讲话了，但是你对他非常有好感那其实你也感受到对方对你有好感，可是就没有再连续下去。当到那个时候，我们会有一种特别的想法，就是说，好了，那我就主动一点，主动一点再去跟他聊天，或是留下联络的方式，这样。那有的时候心情会有一种，就是说，我就顺着这个风走，顺着这个水走。我们如果会在一起，终究还是会，在别的地方再碰头，会有机会再联络。你也可以这两种路都可以选。那今天这一题，他讲的是，尽可能的不要刻意做太多事情，顺着走就好了。因为他有发现，其实这个瞬间，这个风能量蛮多的。他有发现你的聪明，这组牌发现选择1号牌的朋友，你的聪明，能够聪明带去控制或是创造某些事件点、时机点，或是扭转某些选择。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可以创造更多的互动机会。但这边这组牌，他有在讲说，选择1号牌的朋友可能都有太多的聪明了。太多的小聪明了，也许会破坏了这份关系的自然。要记得一开始我说这个人的能量是慢慢往你这边来，所以即使你是用等待的，你是用被动的方式，他还是会缓缓的往你这边来，因为他也有他的功课是需要让你了解他第2层、第3层的好，所以他的主动性会很多。那你可以用一种被动的、自然而然的看，顺着整个局势走，再去感受自己的喜欢程度到了哪里，这样子就可以了。这边这个牌在讲这里了，所以在翻开这个前，我先做个我找到2个小重点，先说第一，他希望你用更柔软、更宽广的心去接受下一份感情的到来，你会发现蛮多你没有遇见的新的角度，然后那角度里会有蛮多意外惊喜。第二个是，当你发现你有能力去控制这个局面，去调整这个局面，去介入整个发展，反正或是推什么，他就说先不要，用一种非常被动，可以非常被动的方式，看这整个发展怎么走就走吧。但是这其中要有点耐心，就是你必须要有耐心去等待事情的发展，而不是自己去主动去改变。就像我刚刚说的。他如果没有很勤劳的去约你或靠近你，那你也就不需要再反过来做了。大概是这个概念。因为今天这组能量确实有比较多的责任是在他需要表现出更多深层的好，让你理解。因为我们这边所要做的准备是准备更宽广、更比较不一样的心去看待完全不一样的人。我们要做的这个准备就已经很多了。好，除非啦，你真的感觉到非常好啦，超越你觉得的好的话，那我想你还是可以主动一点啦。他这个牌并不是在限制你说不要，他只是在做提醒说你有那个能力，但是那个能力太多。什么能力？就是控制整个局面跟更加主动拉拢关系的能力。但他只是说，因为这个只是在你比较远，你不需要立刻就使用的一种你的能力啦。就是不需要用到它，你让它自然而然的发展就好了。其实它这个牌的意识的换来换去是这样子。好，来，你以前也许很能控制、很能掌握整个爱情发展的局势，但这一局他说先不需要了，自然而然的就可以了。好，这2张牌我还没翻好，翻一下。
这个翻一张就好了。先讲这里哈。我大概知道他为什么这个牌是希望你不要太多的主动性，主要是因为他发现你用比较等待、被动的方式，你能更加的看清楚两个东西：第一，对方的心意跟他的核心价值，跟你为什么最后会喜欢这个人的点在哪里。前面说要有一点时间，没错，所以他这个意思是说，如果你没有安静下来、耐心下来，等待那个答案出现，你自己去找的话，你会找错东西，你会找错东西。因为他这个牌正在这里，我觉得他希望你稳稳的欣赏对方的表现，稳稳的去接受对方的好，好好的理解一个完全超乎你期待的人能表现出什么东西。他这边其实有一个反动啦，当你开始发现对方的好的时候，你所回应的喜欢其实会比你想象中的多。所以我们这里也不是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去让对方挑战你，不是。其实你也有自己的功课，你的功课是你能发掘对方多少的好。如果你发掘不到，你也会错过他。可惜的不一定是他哦，可惜的可能是你哦，因为对方的好的能量真的蛮好的，也许是你错过他了，而不是他不够努力表现自己，而他错过你，这是对等的，他没有谁比较强比较弱，只是功课不同而已。好，那到这里哈，皇后死亡牌这里，他这里讲的是在可能你开始渐渐理解这个人之后，你生成的某种对于这个人的爱情能量会有一种大翻转。这个翻转是说，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说的，当你在第二层、第三层发现这个人的好，然后你才会知道，原来有这一个面向的爱情模样是你想要的，但你从来都不知道有这种东西。它其实会打开你对于爱情的模式的一种格局，会打开不是打破。这两个牌就在这里，但是这里啦，这里一连串都有一种强烈的需要和足够的耐心啦，它有这个基本定义在，所以好的东西要翻转的东西都需要一点时间去把它挖出来。你喜欢什么，要花一点时间挖出来。最底下能够让你爱情喷发，想要付出爱情、想要恋爱的感觉，也要再等到后面，再很心底才能够挖出来。那这边铅笔八也讲，这一个过程需要慢慢的耕耘、慢慢的等待、慢慢的相处才有。这一组急不来主要还是因为对方他就是只能慢慢的把自己的好表现出来，他没有，他自己也快不起来。好，那就这样这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希望给你一个好的方向就这样，祝福你。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2号的朋友2号牌的朋友，来，这是维纳斯牌它这张牌代表是说那种美的向往、美的能量。它这个美不只是包括于对爱情的向往，它有所谓的浪漫、美感对于美的价值，对于美的未来，这其中包括的爱情，爱情的价值、爱情的模样，有一种非常高度、高质感，甚至高标准的向往啦。所以选择2号牌的朋友，在这个开牌选择上，其实你们对于美的要求算是蛮高的，但我必须说，美的要求高不一定完全是好。它也许对于你对于物品或选择生活品质方面是非常能够有所品味的升级跟提升，跟你能够选择更高品质的物件，但是在精神能量上面，也许会有过高的要求，会超乎了整个释放能量的平衡这是，但这是单一张牌
所带来的强大能量了，但是符合整个宇宙能量的分布来说，它似乎会太强一点哦，在爱情上没有关系哈。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2号牌哈，那个题目是你将要脱单嘛？我来帮你看一下这一组的讯息的发展哈。来，我们用动物牌哈，然后一样，我们先抽取5张来看一下整个能量的发展哈。来，好。3号，好，来好。那圣杯皇后做出发，它又非常符合维纳斯牌，所以大概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思维是一致的。哦，如果以今天来说，交托单，我觉得你跟他，我觉得这份爱情能量连接的非常强悍。为什么要用强悍？因为我看到一种水柱喷水柱的那一种精致，那一种水能量的精致度，跟它的密度哦，跟它的质量非常高的一种画面哦，一种讯息很强啦。不知道是这底下后面翻出来会不会有哈？可是我总觉得这张牌的能量并不只是它在散发，它在给我讯息这样。哦，那整个画面上的背景除了喷水柱之外，哈，还有很多浪花哦，是晴空万里的天空里面的一些水花水珠，所以目前整组的水能量是非常足够，而且超乎需求，所以等一下会有一种满意状态。那回到今天的题目来说，就是嗯，他对你似乎会有一种触发了，我觉得我一直在想说，它是一种满意的水能量，还是因为我刚刚脑袋里有好几种选项啦，哈，我还没选之前的选项哈，就是它会有一种超乎你能接受的水能量呢，或是超乎他自己所预期的爱情渴望，或是超过他所能控制的对你的爱情上的冲动。我一直在想说是哪一个这样。所以我还没选哈。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偏向他对你的喜欢超乎了他自己的想象。哦，他这个超乎想象的时刻，有可能是在跟你第一次见面、第一次互动之后，回到自己的空间里的时候的一种反动，他才会觉得哦，原来我有这么喜欢，是这样子哈。那所以可以看出来，这里的水能量哈，应该有蛮大的成分是他那边的主动性跟他那边的流动流到你这里来，然后做一个过度的填充，就有点像是倒太多水了啦。你可以想象一个情景，就是可能他帮你倒一杯水，然后因为他看你看傻眼了，所以他倒水的时候就满溢出来了，大概是这样子的状况，有点傻乎乎的感觉啦。他这边哈，不过我觉得这份水能量很纯，很单纯哦，没有什么杂念，就是一份爆开来的喜欢哦，然后趋近于爱情，趋近于爱情的爱，这样子，也可以说它是瞬间就爆发出对于爱情的初步第一个关卡，第一个讯息出来，也是可以这样说啦。哦，但是我比较把它偏向于
他是喜欢的爆满，还没到爱情，这是趋于爱情。因为我觉得他需要消化他需要精炼这份喜欢来变成知道是对你的喜欢是某种爱情的爱啦。我觉得他还需要一点时间，这个喜欢需要一点轮转我不觉得应该要那么快，我觉得还是要一点时间把喜欢转换成爱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俯冲牌的话，来用这个来。一样来看2张有没有什么讯息我觉得你的出现对他来讲是一颗小小的救星小救星。他好像正不是说正啦，他好像才刚也不能说才刚，应该说已经从某个爱情的牢笼、困顿、受伤、挫败各方面负面的爱情能量那里逃脱出来了。那他正在对爱情的感受处在比较偏向于失望的角度的状态里，然后就遇到你我不认为他把你当成是某种寄托或转移啦，或转嫁。我觉得他在你身上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讯息，接收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讯息，所以他才会对你的喜欢超过了他自己的以为，然后他会有点吓到自己，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他才刚从那一种感觉过来，他其实是处在某种不是还能够恢复到完全相信爱情这件事情上面，很多人需要这种冷却期啦。那他也是，可是你的出现感觉不再是冷却期，而是暖化了他。好，所以我才说你很像他的一个救星出现。那照牌面上的节奏、时间感来说，我觉得他会让你知道他喜欢你，他可能会先从做朋友一点一滴慢慢提升上去，因为金币8这里出现，让我看到了他某种心灵状态。他其实是个很负责任的人，他其实不是个水能量控制他的人，他其实不是直觉的他其实不是维纳斯牌的这一种性格的人，他是一种更要求稳定跟稳扎稳打、扎实情绪的人，所以我才会说他接不住他的内在的水能量。我刚刚是不是说这是他的嘛？那以他的角度来说，能以现在或是接下来我还不确定你认不认识他啦，这里比较趋向于你们还没认识，那我再往下讲才会知道到底多接近了那他这边他会觉得说要慢慢跟你相处，成朋友之后再告白，或再让你知道他喜欢你。我觉得他就算还没有到告白前，他能跟你做朋友，这个阶段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甚至他能够完全被疗愈成功了。我这边可以看到，他如果会跟你告白，会可以跟你说他喜欢你，那个阶段他自己也蛮意外的。意外什么？意外他想要做这件事情。其实他是这个状态他不是就是为了要告白来接近，没有，他真的会觉得跟你比较近，做朋友已经非常好了，已经非常好了。来，好，圣杯2好，看来他会在
通常啦，我们都会这种排出来，我就直接比较浅的讲啦。反正他就是会因为某种聚会，你跟他有共同朋友的关系出现，然后看到你啦。这一题就是比较单纯哦，因为他出现的位置很单纯。那他应该还不认识你，还没有出现，还没有出现。你跟他应该有共同朋友，或是朋友之间有共同朋友。它像是两圈不同的人在某个时候的相遇，然后你给他非常强的深刻印象，他会去询问你是谁，然后也许会找机会跟你认识，可是他的节奏很慢，他就算心里对你的水能量很强哦，但他表达出来的真的很慢哦，真的很慢。没关系，我再往下看哈。因为有一些画面了嘛，哈，他有可能跟你讲几句话之后，就会自己躲到旁边里观察你，因为他心态里觉得，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躲在旁边就观察你，不要再跟你多讲话吗？因为在他内心的水能量的澎湃度超过他的想象，所以他会害怕他做的每一个表达跟每一个靠近都让你都觉得是个打扰。或是他怕他回想起来会觉得自己太莽撞，或是做的太多，所以我才说他是一个很求稳定的人。所以他知道他内在对你的感觉是絮乱的之后，他就会想要先躲开，寻求那个稳定。那到这个点，我确实有一点点疑惑，这件事情你们的这个的确是已经发生了还是没发生？我现在还是不是很确定啦。因为有一些画面很明确，有些情况很明确，可是我又觉得它可能是类似的未来画面会出现，不一定是，就是没有，结构还没有让我觉得好像已经有很明确的互动能量出现。我只是觉得有这个事情哦，好，没关系，我再往下看就好了。好，那蛮符合这个顺序的。9哈，好，这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哈，他怕他表现的太多了啦。那我们原本觉得他怕他表现太多，可能是他觉得自己的表现不好。其实他在自己内心有一个类似的刻痕啊，让他觉得说，他不能再重蹈覆辙以前对于爱情的勇往直前。有点类似这个讯息，所以他这一次就没有选择要立刻勇往直前，因为他之前是照他心意上觉得勇往直前的去表达爱情是对的，可是好像似乎遭到一些挫败哈，因为宝剑三出来了，所以他这里尽设了两个面向：第一，怕自己做的不好；第二，怕跟以前一样，自以为是做得好，结果其实是做的不好，其实双重做的不好的感觉在他内心跑出来。所以他选择了，我觉得他第一次跟你讲话或什么的时候，他就选择了把每一个，把整个慢慢接近你的节奏切得很碎了，一点一点、一点一点靠近就好了。他这一局，他这一次非常有耐心，主要还是因为他心里有一种害怕，让他产生了某种耐心。他没有要那么照进，他觉得慢慢去。你知道，他这个慢慢去的感觉有点像是说，他也让他自己随时要退场也没有那么难受，你知道吗？其实他是一步一步的慢慢，他这一个靠近你哈，其实真正的重点是他在观察他自己啦，因为他对于你的喜欢其实是非常笃定的，他没有怀疑他喜欢错的人，或是他没有怀疑自己不理解你乱喜欢，他没有怀疑这些，他其实他很笃定他对你的喜欢是什么，所以他这个慢慢往前是对自己的要求跟防范自己啦，去保护自己啦。那圣杯九带来的是你在他眼前的闪耀程度，又加注了一层水能量。你给他的水能量跟他内在所涌现的水能量都太多了，这对他来说其实是接不住的。他必须要
去阻挡你给他的强大吸引力之外，他还要去抑制自己内心对于你的喜欢要喷发出来的表达。好，这一题的水能量真的很多很多，不过还好，我是觉得这里出现宝剑三，我反而觉得是个好牌的出现哈。我可以看得到他如何约束自己哦，他如何强化自己的观点哦，他如何强化自己的观点，他如何控制自己的行为哈。他在一层是我看到他如何保护自己哈。好，也因为他这一份保护自己的心太强了，哦，让我察觉他原来是在避讳以前的伤口重复出现。哦，好，但这个不太影响他，因为这个是瞬间出来的一个意念，他已经知道怎么面对这个了。哦，他早就知道了。好啦，这个牌在讲你跟他的关系啦。你跟他的关系是可以有不错的结果，不是讲结果，是有不错的交往，你们相处其实是不错的。哦，能量是会调整到一种平衡的，会调整到一种平衡的。那他知道，他可以，所以他现在选的这个靠近的方法是他知道怎么接近你的最好的方法，他已经知道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来，他这一个人是很认真的人，而且他看事情也看得仔细，也看得透。我觉得他算成熟的人哦。他即使面对了这么强大的喜欢能量，而且是有机会的哦，是有机会的哦，不是你这边没有任何机会，是有机会的，是有我这边看到是你这边是有开阔的机会、开放的机会，可以让他来追求，让他来直接表白的哦。但是他对于各种事情的要求、跟理智、跟判断，他觉得要慢慢来。他有很多理由，那核心理由就是他不能再犯以前一样的错了哦。这两张牌的对，前面我就已经讲了，这张牌后面该出现，前面就讲了啦。其实哦，那还蛮好的啦，表示他从上一个经验转换到现在的他，其实经历了蛮不错的成长哦，经历了蛮不错的成长。好，来，我让这个翻下翻哈。好，他现在我一直说他现在，那似乎你们已经有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真的遇到没有？我没有。我简单的说，我没有看到互动能量的那一个波震动啦。我只知道有这件事，但是我不知道已经发生没。好，我只知道会有这样子的事，就是你们会在朋友带去的场合里面遇见就对了。好，没关系哈，我们就当做一种期待了。那他遇见你之后，我刚说水能量就更多了嘛。风水火土来说，水能量太多，好，然后我解释几个能量在他这个时候的状况哈。水能量太多，但是风土能量正在积极的抑制跟局限和告诉他一些规律，把他一些规律跟秩序找回来哈。所以他并没有产生一种茫然的状态。对于你的出现，你对他的影响跟你对他的冲击有一种茫然的状态，但他也没有因为你的出现而再次觉得
他一定会再重蹈覆辙做错事，所以他不要恋爱，他也没有，因为他的风能量跟水能量有在差不多的能量值上做一个平衡，但是没有火能量。好，没有火能量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太多的精力、能力、能源去跟你比较长时间的互动，也就是说，他每一次的靠近，他很快就累了。当他感觉到他累的时候，他就无法施展或是表达他最好的自己，所以他知道我觉得他应该知道这件事，所以他只能一点一滴的慢慢靠近你这样。那这时间就拖长了，因为他不会每天见到你呀，但是他会想办法常常出现你会出现的地方，所以他应该会跟他的朋友变得比较更熟、更热络，或者是他在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已经认识你的朋友了。哦，我刚说他是一个很成熟的人，他是一个很有自制力的人，所以他知道怎么慢慢靠近你，在基于不会去打扰你的范围里，慢慢的去成为你的朋友，慢慢的试出他的好，后才会到某一个程度，才会让你知道他对你的好感。他的节奏比较慢，会比较慢哈。总之这一题最后你会被一个朋友告白了，你这个节奏是慢的吗？我觉得流程是复杂的，流程是细致的，但时间好像不会拖很长。因为我觉得他的水能量太强了，水能量没有再让他等他内心的水能量没有再让他等是风土能量在约束所以这个遇见之后的前期发展大概就这样，没有办法，这里没有在更后面的，没有，就我们再看。好，圣杯一哦，嗯我觉得圣杯一在这边只是在说他以为啦，我觉得这个圣杯一没有特别说什么，我觉得他比较像是这里的补充。我觉得他在补充的意思是说，他以为他对你的感觉就只有那样。我刚刚是不是一开始就跟你说了，他看到你之后，他后面才会惊觉他对你的喜欢有这么多，就是这个。他一开始以为他对你的喜欢就这样而已，可是他后面回到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才发现这么多。所以他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他的直觉是对的。他的直觉是对的，他知道自己不能这么快靠近你。那是因为他一开始是用这个圣杯一的能量去判断的。他当时所判断到的能量，就只有觉得我不能因为只是一开始遇到喜欢就立刻表达出来，或是去追求，或是去这样。他当下会觉得自己太莽撞，其实当时因为他内心他觉得他的水能量跟他的喜欢不够，所以等到他回到一个人或什么时候，他才发现他的喜欢超乎他的想象，所以他后来才会跟你说，他才会再慢慢再找机会靠近你嘛。我觉得在这边看得出来啦，他并不是一个靠风土理智能量在生存的人，他其实是蛮一的水能量的人，所以才会在第一次遇到你或是回到你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水能量这么澎湃，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人，也因为这样，他一开始遇到你的时候，他的那一个准确的直觉就非常的精致，立刻发现他应该要怎么做跟怎么跟你相处。只是他回家才发现，比他的对你的喜欢比他想的多太多了啦。但这边我有看到一点点，他有一点后悔第一次没有跟你更多的互动，但是他内在心底也有一点点觉得还好没有那么多，因为他一定会做错事，他一定会表达错误，因为毕竟是刚开始他的心境蛮绵密的加复杂了来，好漂亮的牌
9哈，9也出来了哈，3跟9都出来了。好，土能量的约束力越来越强了哈，土能量的约束力，你开始可以跟水能量抗衡了，所以这也代表它确实完整的。我从这里8我就看到了啦，我就看到了它这个约束力已经达到一个完整的局面，平衡的，不会让它失控。然后这边再告诉我说，其实有更多的土能量做一个约束，这样。但我觉得这也不算一个约束，这是他本来就很在乎稳定啦。我觉得从这几张牌再重新映射出这个人的个性，他其实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的人，但以前的他很在乎情感丰富的表达，跟自然而然的表达这份情感。可是他后来发现，好像不讨好，或是他已经遇到的人都很难接受这样子的，然后他会得到一个概念，就是他是不是太单纯了？所以基于他的成长之后，他其实也变复杂了。所以他慢慢培养他心里的土能量，这个稳定的要求，这个约束力，这个慢下来，好，就等于说他内在的水能量被一盒一盒一盒的装起来了。你知道为什么要用一盒不是一杯的？因为它是非常有秩序的被一盒一盒一格一格的装起来，这是他内在的水能量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回推到这里，他才会很意外，他对你的喜欢会这么多。这照射了什么内在的图像思考？就是他的格子可能装不下，或是每一格都装到满出来了。当他都满出来的时候，会造成什么状况？他的秩序会乱掉。所以当他秩序会乱掉的时候，在第一次遇到的时候，他就必须要退回离你远一点，他内心需要整理一下。好，但走到这里，我看得出来，他慢慢的内在的土能量所创造的那个装水的格子越来越够，或是深度越来越深，容量越来越高，够装了。但水能量并没有少，水能量其实还在一点一滴的在往上加。但是要等到他真的去靠近你，跟你告白，必须要符合魔术师牌的要求，释放能量的平衡，才能显化这一件事情。所以火能量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出来。那你说他这火能量要从哪里来？那可能就是要外来的，他的朋友的。好，所以从这个地方看得出来，他不是个冲动的人，他不是个冲动的人。他为什么要追求比较稳定？因为他内在是比较多水能量跟土能量的结合。那他都是什么？温温慢慢的，温温慢慢的。那所以当他拥有一些火能量，我大概可以知道他这个人了。当他拥有一些火能量，有些冲动的时候，他会有点难以去分辨这是冲动还是情感的喷发，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所以总之啦，他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学会了去审核自己的任何行动跟行为了。他是已经变成一个非常自制力偏高的人了，偏高的人了。这边看出来哈，好，好，来看这个，世界哈，好，这个牌我只能说，它偏向于他培养出来的土能量，就是说他在最内心、最深层、最隐晦的地方，他有一个完美的向往。那个向往的方向是什么？一种稳定的状况是长什么样子？那个长什么样子的希望，就是说他知道他内心平静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所以他无论做任何事情，无论追求你或是跟你表达之前，他都要保持这一个平静的状态。我大概知道他想要的平静状态，就像我常讲的，就是风再怎么吹，这一个湖面都不会有涟漪的状态。你要说心如止水嘛，但是心如止水对我来说又太静止了，
它不够柔软。我要的是它还是很柔软，但是风吹过去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微风，却看不到水面的涟漪，这是他的情绪内在的那个平稳状态。那这个跟心如止水有什么？心如止水有什么差异？差异在你可能心如止水时，就感受不到任何情绪的浮动，跟无论是正负能量的浮动，就是太直了，太静了，太没有动静了。那我要的是它所在的这一个水面没有涟漪的状态，是它还是能感受到微风的清凉，还能够感受到水的柔软度。他甚至能听到树梢的风声，他能够感受到的是这一刻的平静，而不是安静到对任何事情是近乎无感的，其实是不同的哈。那我想他内心是追求这个，所以我只能往后推，他的告白状况是非常冷静的一个人。你会觉得这个人的情绪不澎湃，其实他是非常澎湃的。哦，那以我们看的话，我觉得一样啦。我常常讲这个，你可能会听到厌烦了。总之，如果这个人是从朋友关系慢慢变成要跟你告白，那就我们能做的就是加倍的、强化的善待我们周边的人，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个你会跟他突然有更深的感情啊。好，来，我这个还有2张牌，我再翻哈。好。8杯，好，圣杯，好，你看了火能量到现在都没有出来哈，那也没办法了，啊，唯一出现一点火能量在这里了，战车牌也不是火能量，战车牌是水能量哦，不要误会它，它听起来像战车，但它是水能量，好哈，来，好了也没有好，做一个小结哈，7也是了哈。虽然这里有一点负能量啦，但我觉得这负能量它能控制啦。什么负能量？就是对于你的陌生感，我觉得他能克服。还有一种是，他如果没办法掌握你，他也许会选择不追求你。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他很早就，我觉得他一开始的瞬间就已经知道他要什么了。这些有出现，但都是非常远，好。非常远，有点像是另外一个山头上有人挥着旗子，而且是傍晚接近黑夜，已经没什么光的时候，有人挥旗子的那一种讯息，已经看不太到了。有是有，但是不够看不太到了哈。好，这就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我觉得这个人如果真的要浮出来，真的需要一点时间哈。那因为他有一个基础讯息是，他现在即使跟你未来或现在啦。因为我不确定你们互动没，其实我真的不确定，所以我只能说现实或未来哈。这个人他会出现在你附近，但是他基本上他觉得只要跟你做到朋友，他就很满足了。其实他有这一个讯息很强哦。那为什么我说魔术师牌这个火能量不足？因为他真的需要有一点冲动，他不能再靠这么安静的稳定的状态去确定他要跟你告白，因为这个节奏太慢。而且他有一点模糊到跟你做朋友就很足够的状态有点相似，好，所以我们只能期待，这里都没水了，只能期待从其他人的火能量给他什么能量，就是有人看出来他喜欢你，有人把他叫醒了，有人叫醒什么？叫醒他说去告白啊，去进阶啊，再进一步啊，好，对于未知感的挑战跟冲动，他出来之后，他可能才会立刻浮出来，不然真的要有一段时间。好，那2号牌的朋友就这样，这是今天的方向感。那希望对你的未来有一些想象力的帮助啦，跟指引方向跟指引。好，就这样，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来，我们接下来从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开始。那第3号牌的朋友选的是太阳。太阳讲的是它有点接近心愿，但是它更接近的是目标，它有点在区分说目标跟心愿的差别哦。心愿比较偏向于有一个成分是你无能为力去达成，
但是目标比较像是你相信你能够达成，你只要加倍努力，你有那一个契机，你拥有那一个命运的齿轮，你抓得住，所以你去得了。这里就是在讲说，你其实能够达成你的目标，你只要坚定下来的相信你手中所有的东西，好好的运用，你能够走向那个方向。好，它是一个非常亮的，超越了提灯人的指引，它是一个太阳的能量，指引你往舒适的你的目标前进的一个非常强的指引的力量。所以选到太阳牌的这一组牌的意思是说，你要更加的有信心去拥有、去争取你想要的东西，而不要把它注入成只是一种愿望。好，半信半疑的愿望不是那个方向，要把它设定成是你要相信你能达到、你能走到的目标，好吗？这个牌哈是一种强壮信心的能量了哈。来，我们来，好，我们第3号牌的，我们用狗狗牌哈，我们用狗狗牌，然后我们一样选5张哈，我们来选5张来看整个能量的发展哈。好，来5张，来第1，好，第2哈，不能开，忘记，第3，好，第4，好，第5。差点又翻了，因为我很喜欢这张牌。我每次我近期在算一些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是用这组牌算，所以我很习惯把它翻开来哈。好，先这样哈。那好，我们看一下哈。等等哈，我这一组的补充牌我用猫咪牌来补充哈。好，让我放一下。如果从女技师牌开始的话，今天的题目是你将要脱单吗？哈，今天的题目是你将要脱单。来，因为一开始就出女技师牌哈，如果你常看我的，你会发现我每次在女技师牌出来的时候的反应都非常大哦，尤其他在某些关键点出来。但是如果他一开始就出来的时候，我必须说，你们2个的能量目前处在一种较量的状态。如果是这个状态来说，我觉得我可以蛮肯定你们已经认识了。我可以蛮肯定你们已经认识了。因为我有看到能量的碰撞。有一种力道上在碰撞那种冰冰冰冰的声音很大声可是它并不是只是东西的撞，它比较像是能量上撞，它有点像是气球你把耳朵靠在气球，然后轻拍它的声音有，或是如果你有去听 ASMR， 它有一些球形的东西、空心的东西的拍打声会有点类似这个声音，这是你们2个碰撞的声音。那为什么是空心的不是实心的？因为内在的能量，你们2个内在能量偏水能量，有一种咕噜咕噜的状态是空的柔软的这样。所以你们这2个状态正在较量、正在制衡的，应该是说你们2个是非常相似的人啦。那会怎样？会相似。那要怎么连接？要找到其他能量的串联，或是要有其他的介质，譬如说其他人或什么，你们会创造某一个事件来产生2个人的交集交汇，瞬间的。它这个瞬间的交集交汇有点类似感动，有点类似感动，跟心里会痒痒的会被触发什么？然后它会有一种余韵。余韵是什么意思？你去听那个音叉，就是敲打那个音叉会有嗡嗡嗡的声音吗？
有些音叉的嗡的声音很细，它比如说嗡，你们听到后面有一种会很细很细，你会觉得它的颗粒越来越小的这种余韵的感觉哈。那你们两个常常这样啦，是你两个常常遇到互动的时候会有那种余韵啦。你本来也没有很在意这个人，然后渐渐的那余韵多了，就突然很在意了。会在什么情况下会觉得很在意？你会发现自己很在意，或是被别人发现很在意。就是今天这个人没来，你突然会说：“诶，他怎么没有来？”这就是已经是初步的在意咯。好，因为你会想到他没来很奇怪，你会想到他没出现有点唐突，这就是那个余韵所产生的某种反应。你的在意会在某种表现上出现哈。但如果女祭司牌一开始这样的话，我觉得才刚开始啦。那后面很多都是我讲到的后面的可能会发现的发散的，但是我觉得才刚开始哈。那 OK 还 OK，至少我们发现你们算是蛮相似的人。那合吗？至少在相处的时候会很像很要好的朋友。那只是这组相处起来会有点碰撞，因为性格太像了哈，没有得互补嘛，所以一个人要讲，另外一个人只能专心听，这个情况很难发生。他就是一个要讲，另外一个要讲，表达就互相表，就是很像啦。只能说我们要看看后面有没有很强的平衡状态，再来去约束我们刚刚的这一个推论哈，这个能量的发展顺序哈。好，那今天的补充牌我也用这个牌来翻好了，就不用其他的。好，这个我再翻2张。风能量来了哈，风6嘛哈，好，我看一下哈，这个应该算是风了，没错了，好吧。我一直在想说我是看错了，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直接来哈。风水能量来补充这个文章，表示确实你们现在这个对峙哈，其实无论如何，它还是走向比较对的方向啦。你们没有偏离，你们甚至不是只是你们甚至不是只是牵动或什么，你们好像在同一艘小船上一起往。简单来说，你们很像是2个会相斥的能量放在一艘小船上，然后小船会带领你们走向你们该去的地方，然后所以在这个小船上需要一段时间，你们要慢慢的相处，慢慢的适应2个人的能量是很相似的。有的时候你回想他有个状态，他很像是说，你为什么觉得你的同学有一个人特别讨厌你？然后你会觉得这个人好像处处跟你作对，可是你又感觉到你跟他明明互相很理解。其实如果你们在没有交流的状态上，你去看他的 po 文，你也喜欢。可是为什么你 po 了类似的文章的时候，他却表达他的不喜欢？这就是某种同等能量的相似。然后再来就要看看自己每个人的性格上的表达。然后久而久之，就会发现其实你们2个是最合的人，因为他看得懂你，你看得懂他。所以他看得懂你不喜欢听什么，他看得懂怎么攻击你。会有这种奇怪的，怎么说？就是会有一种这种奇怪的状况啦。等等这组牌让我好奇，停下来好奇啦，因为我想好奇说这样子你们要走到什么方向？可是如果是皇后圣杯的能量的话，我觉得还好，下面运着你们的水都是一些比较丰沛稳定，它不会干涸了，它就是慢慢的会走向对的地方。总之，这里3张能量，我先做一个小结哈，因为女祭司牌好像带来新的讯息，它不在这里。我先讲这里的，让我自己做一个结论，小结论就是说，
你们的相遇应该有一点不打不相识了。那甚至这个人在你附近已经蛮久了我觉得这个相处没有很短，我觉得相斥的能量蛮久了。然后近期你们才开始坐上这一条小船，然后再共用同一个水能量，这是你们两个的能量的牵引，所以近期才开始有比较高的契机，能够知道对方的好，理解对方，默契才开始出来。简单来说，就是开始有点看顺眼。这样子，那我不能直接武断的说你们本来的相似能量是互相讨厌，其实没有，而是内在有一种痒痒的感觉，就是我跟这个人本来就互相很了解啊，可是却没有那么亲近，会有这样子的讯息出来哈。那我们再往下翻才知道这后面的发展了哈。来，水能量开始出的比我预期中的多很多因为水能量出来了，又有一些月亮能量的影响，所以我就会觉得你们的相处上情绪变化影响蛮大的所以你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其实也有可能爱斗嘴，也有可能爱辩论，也有可能两个人很爱接彼此的话，会有这个状态也没什么不好啦，就是波动有点大啦。那你知道为什么波动有点大，可是还是女技师，但是我却要说，其实影响不大，因为是女技师牌在做垫底，女技师牌在做抗衡，波动再怎么大，也是受到某种强制的平静下来所以你们常常会有一种，应该说你们会慢慢累积出一种感觉，就是对这个人很在意，然后才会慢慢的去理解成好像是某种喜欢某种喜欢，也有一种又爱又恨的感觉。就选择3号牌的朋友，这个人应该离你蛮近的，但是这个情愫还是在隐隐约约之中，还没有很快很明显的表达出来。你说他是你的好朋友吗？我觉得他也不在最好的朋友这个圈子里，因为我觉得好朋友这个这个范围里又太黏腻了。他跟你有一小段距离，可是你跟他又是熟识的就是他不是你会讲心事的人，他不在那个范围里但他跟你的朋友圈的人有关联有联系所以我才会说，如果你开始觉得说，他怎么没有来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多余的询问，他只是在映射你对于这个人的在乎，这样子然后好，因为我在思考顺便翻，金币金币2，金币6，你们我觉得你们每次相处四方能量都很足基本上相处起来是非常融洽的耶非常融洽的。然后，但是这个融洽因为每个能量都很足，所以它会被淡化在一种朋友关系里面。只是我必须说，今天虽然题目说你会脱离单身，但是3号牌的风险有点高，它会有点阴错阳差的变成你很特别的好朋友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如果要在一起，他有些水火能量要非常强它会让你意识到自己的喜欢。可是今天看起来能量都被分配了，就算圣杯国王站在这一个位置，是用来建立你们的关系。可是因为其他能量在，所以它建立起来的情感虽然是浓厚的，可是偏向友情。因为它这个水能量被约束，水能量被理智化的评分，所以它会比较像是朋友跟朋友的某种距离感的建立，跟某种关系不可超越的定义定下来了。所以现在看起来，然后又有女祭司牌在制衡整个状态
那整个牌面某种能量的偏差跟强大也没有出现，都处在一种每一个能量都分了一点点能量哈。差在哪里？现在还差一个就是火能量，可是我觉得即使火能量再出来，也是只能分到一个边边角角，它没有办法占据。哦，我只能说，不管是以现在是你们是不是已经朋友已经了，或者未来你会遇到这样子的人之外，前期要到可能要感受到对彼此的喜欢，他也是哦，对彼此的喜欢，可能前面有一段时间会处在一种快要变暧昧，可是又保持着一种朋友状态，但是他不会有暧昧的情愫。我跟你讲，你们这一组是暧昧的情愫一出来就会意识到好像可以在一起了，暧昧期会很短，他就意识到说可能会直接进化成要不要交往这样，因为能量很完善啦，他不会有任何的质疑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感觉，或是有一种自己从朋友变成恋人的这种适应期面，因为能量很平衡，所以就会变成直接转换关系是可以的，因为都会互相补足，该有的东西都有。这是目前的状况。好，来看一下，其实3号牌有点难哈，它的难处是难在我们捕捉到了一个其实可以跟你很近的人。可是这个很近可能会有别的模式出现，就是我说收妹、朋友、爱人、恋人，不知道是哪一个这样。因为这个近的能量很雷同，转换了也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差别哦。不过后面还是有一些讯息，我看后面好了。来，圣杯3哈，圣杯3的话。圣杯3在这边定义着是你们可能前期会有长时间的关系，都是以一种朋友跟其他人一起，就是你们两个各自独立一起的空间是偏少的，而且会在某种你们自己内在所向往的遇见彼此的方式，都是在有其他人状态里，你们两个几乎没有一个想法是单独约他出来的，这个想法没有。如果有，那就变成完全是定义在是朋友的聊天而已，那已经是到最内圈的朋友聊天单独。我觉得，因为他不会到你最内圈谈心朋友这一区，所以他终究是需要有一个间隔，就是有其他人也在现场的相遇。这件事定义下来了，这件事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最核心思维，核心思维是只能这样子相遇了。所以照这样推，这个朋友关系会好一阵子，会好一阵子哦。3号牌跟2号牌很类似，可是故事完全不同。那就我再看哈，但我觉得很健康。3号牌算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哦，我倒是觉得有点贪心啦，贪心什么？好像如果你不拘泥一定要找到一个恋人的话，你会不小心找到一个最后会觉得跟你蛮交心的好朋友，甚至他很懂你内心的变化，所以我才说他有可能是变成收妹嘛。好，你看又是各个能量又来了哈，土能量也来，风能量也来，数字上大家都分配的很完整哈。宝剑3，这张狗狗牌好的地方就是它宝剑3出现的是一种非常温馨的爱情概念了哈，它不是一般的宝剑3的那种概念。所以有时候我选这张牌，就是我想要避免往旧伤口去感受，所以我说会用这组牌哈。那因为今天的题目是往前的，所以我用这个来看哈。那你看它这个宝剑3的瞬间的能量哈。我觉得它这个能量代表的是说，你们交心的契机啦，就是你们开始会越来越近的时候，可能会开始聊一些过往的事情的时候，才开始越来越近。然后钱币5也出现了哈，我觉得这2张是这张打破了这张啦，这张打破了这张哈。
在朋友的关系上，当你们开始聊一些比较内心的事情的时候，钱币五的距离感就被打破了。也就是说，他可能不会成为你最内圈的朋友，好，目前来说，但是他仍然能够成为你某些话题可以聊的朋友。我要说的是说，他有可能会成为某种你最内圈朋友的关系，可是他不是在那圈，他是成为另外一种独立的，也可以抗衡你最内圈朋友的重量的一个关系。可是，在感觉上，他好像是在第二层，就是最内圈在外层一层，可是他的特别却有点可以跟你最好的朋友雷同的关系，所以我才说这个位置很可能变成恋人，有可能变成是收妹、知心好友这样子。表示你内在有一些独特的想法跟思维，是他听得见的，他能够理解的。所以这再回来就是说，我刚刚是不是说你们两个是相同能量的碰撞？太相似了，所以会相似。可是运用到好的层面的时候，变成是只有他理解，所以这才是你们的关系的慢慢变近的原因。所以我才说前面需要一段时间，因为他这一个凸显出这个人在你的生命中有重要的声音跟位置，这个要一点时间。好这个出现蛮特别的啦哈，在这组牌来上是蛮特别的讯息啦。我即使现在在看，我还是觉得这里是非常讯息是非常乱的，没什么交集，没什么交接哈。他会这样子，主要是因为你们前面啦朋友的关系里面有很多讯息乱射啦，然后又没接住，也是无意识的乱射。什么意思？就是你们本来可以很快就很亲近啦。可是每一个讯息都是被其他的声音，因为有其他人在哈，变得很混杂，就变成没有办法立刻接收到。他必须真的要你们两个要某一种开窍时刻发现，尤其你这里，你会发现你有某种声音，只有这个人听得懂的时候，你们两个的关系才会有比较新的进展。因为当你开始去把这个部分给他的时候，他会把他的部分给你，这样，然后内在的那一种契合度哈，会开始有接起来，然后会往 soul mate 知心好友还是恋人这方向，就要再看这个开始之后怎么发展下去。但是今天我们是设脱单这个题目来说，我的意念就会特别让它趋向于是要在一起所以你大可以把现在这所有讯息都是变成是最后会变成恋人是 OK 的。只是我有时候会比较公平的去看能量的分配，所以我会把这讯息讲出来。只能说我不能忽视它的可能啦，不能忽视它的可能。来，这个牌是说你们要再发展成更新的一个阶段，是蛮远的。这个大转换阶段很远，这个位置就是讲很远的位置，大概就是天王星、海王星的位置了啦，很远啦。所以它这个不代表不是崩坏或什么，它讲的是一种转换，它是一种转换，在等待闪电玩这些狗狗才能出去玩嘛，它是在等待那个转换，它都在等待的，表示时间还很远。也就是说，你们这个关系要变成你明确告白、想要在一起这个讯息的出现离做朋友这一段还很远，蛮远的。真的跟2号牌一样了，我只能说，他从朋友里面变成能告白的，这真的要一段时间。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可能就加强我们对于我们身边的人的好啦。可是这一组牌跟2号牌不太一样的是，这一个人他可能就是我跟你说，就是第一圈的下面一圈，他很像是你最要好的朋友的朋友这个距离所以才需要花很多时间让你们相遇的次数频繁起来，才会变熟识度才会比较亲近。因为两个人的能量的共识重叠，跟聊天的剧情，然后互动的内容变多了，距离才有办法拉近到。它永远不会到最内圈，但它会有点像是
如果说我们说最内圈是1号，它会变成比较像是1.5圈、1.3圈、1.7圈的范围里，有点偷吃步的进来这样，然后才会慢慢的发现它的重要性。这个会一直重复说。没关系啊，我们再看一下。那我们直接翻这个，再补充。是背是背又是什么？又是水水的利尔斯杯士。这张牌我觉得不行，我直接翻好了我把它讲完。这张牌这里讲说，你们非常有机会慢慢的往恋人方向走去了，路径有出来，而且你们走在这个路上，你们其实是不知道的，是不知不觉的两个人都往那个方向走那因为这2张牌出现了嘛金币国王跟骑士都出来了，圣杯骑士也出来了，他是辅助他的，所以他不是主导他的，所以你们走到恋人这个方向的路是他建的，所以他是有在走往那里走的。那这2张代表的是说这条路是稳的，那也因为是稳的，所以时间要长。也就是说，这个人的告白，或是你意识到你喜欢他的时间不在最近，他需要有一次一次的相处之后，会在猛然某件事情上或某种最安心的时刻才会讲出来。所以只能说，今天这组牌你会得到一个朋友的告白，但也有可能是你告白这一组是非常对立的一开始就说它是一个非常对立平衡的，但它也有可能会在某一种默契上，你们就自然而然在一起了。我刚刚说了，它不一定是等于你最内圈的朋友，它可能是独立出来的一个感觉。你会有跟他的相处是有别于你最内圈的最好的朋友的方式，然后你们才会慢慢发现彼此的重要，然后会自然而然的心里无声的告白，有可能好了，这就是3号牌的一种爱情这个关系的玄妙的地方啦。它有我做一个小结，你们做朋友这一段时间太难去发现对方，你也太难发现你自己对这个人的感觉是特别的。他会在一次重叠之后，一次的心情心事宣泄跟接收，两个人互接彼此的负能量之后，才会引爆你们对彼此的担心跟在意，才会出现，才会慢慢的出现然后这份出现之后，你们会彼此发现这一份熟悉感是有别于好朋友的那一种然后我觉得你们比较同步，你们会同步的发现，好像是进入交往或恋情可以了，可以这样子进入了。那这一组是不太需要告白或什么就能够不小心在一起的，是可以的。因为你们的同步性蛮高的，这里很多牌都是同时在讲你跟他了。那只是说，其实这里的土能量应该是说作为一种时间序、时辰、时间表的能量，土能量一直都出现在那里，所以快不起来，快不起来。加上你目前看到有没有发现火能量完全没有，所以这一组感情的慢慢的进展是要照规矩来的，照能量的节奏来的，快不起来。所以前面要慢慢熟到你们两个交心，然后交换彼此的秘密之后，才有可能会在一起好，那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对我们所遇到的任何朋友都有一个更好的这更善待他们啦，更善待他们其实也不用特别去做啦，因为已经都很好了，已经都很好了。这只是我
多加的，我觉得多加的，因为我多加我以为啦，这样可能会加速，可是我发现好像加速不起来哈，所以我就说这是多加的，但你不做也可以啊，现在关系都蛮好的哈。那你说这个人已经跟你现在已经很好了吗，或是什么？我觉得都是比较未来式。我觉得才刚开始，他还在你最内圈的朋友的外圈，我觉得才刚开始哈。所以这样看起来，我们近期能多做的就是尽量跟朋友出去了，不要一个人，不要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在外面哈，在大家相处的时候会出现。好，这个模式非常常出现，如果你太常看盘，蛮常出现的，只是会有点差异，是我们会抓到一些心境哈，或是你跟他个关系到底是什么。这一组比较清晰的抓到，其实你跟他为何最后会交往会在一起，是因为你们有非常相似的能量一直在碰撞，然后一直在保持着蛮友好的距离，然后只是在等待比较成熟的时机点，好，那个情愫才会出来就对了。哦，尤其这一组牌的各种能量都很完整，但是还是少了火能量，跟第二组牌一模一样，怎么看就是没有火能量。有啦，这里啦，可是太远了啦。我刚不是说很远吗？很远，这都要很远，很后面，要很后面才会有。那没关系，就等哦。但还是比第二组牌的平衡很多，平衡非常多。因为这里有非常多的约制力牌、约束牌，约束什么？约束这一个故事线乱了套哦，或是节奏太快，它就是要它慢慢的进行下去才会发生的。好，那这就是3号牌的朋友，希望给你一些方向感哈。那也希望能够帮助你，还有一些比较乐观的期待。好，就这样哦，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